旅行的生活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开心，只不过是从一个城市收拾行李到另外一个城市拆箱，再继续收拾行李，然后再飞回原来的城市，然后继续拆箱，然后再无限循环。大早同学比较善于，或者他比较有强迫症，希望就是所有东西都在他的那个摆放的位置当中。如果我收的话，他就会觉得，哎，这个东西他找不到了，所以他就很喜欢收东西。不是，我也是叠的，但是在你眼里那个是堆进去的。你有你一套你喜欢收的方式，然后我有一套我喜欢收的方式，对吧？但是如果咱们两个分工合作呢，我渐渐了解了，哦，你收拾完了以后你是放在这儿的，那我就去这儿找就好了，对吧？那就是你干你擅长的事儿，我干我擅长的事儿，逐渐习惯彼此的生活。我们也是经历了很久才逐渐习惯的。拜，我们2天的家。客房2008退还。今天上海天气也太好了吧！下午1点才开。那快了，正好咱到了就开了。昨天晚上还吃了很好吃的楼上，确实特别好吃。昨天吃完以后实在是太撑太困了，回家把视频弄完了就忘记跟大家 update 它的味道了。确实那个鸡汤超级好喝，大早同学一个不爱喝鸡汤的人，居然都连喝了2碗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应该不爱喝鸡汤？平时是。而且就是它那个花椒虽然有一点点的味道，但是就正常花椒肯定都有的，它的那个的煮的软硬程度我觉得特别适中，就没有特别黏特别烂，但是又很 QQ 的感觉。快11点才吃完，所以今天整个脸和眼睛都是肿的。我现在非常想去跑一圈，就是跑步真的太有用了，就是各种就是你的整个血液循环起来以后，你的脸色，然后消水肿，然后黑眼圈全都不见了。这小书包还挺可爱的，这是那样的吗？你那个好，这是这不好。开始开正。我们并没有逛刚才那个店，刚一进去，然后拿着相机，那个人就说：“你是哪里的？你是哪里来的？你是哪家的？你是干什么的？”对啊，我就完全没有见过这样子的，就是店员或者怎么样。他比较迷人。也许他经历了什么吧，也许之前
有人恶意在他们这儿拍照。听完以后，我就把相机收走，我就说那算了，我不逛了，我就走了。你说他们就是特别担心一些小众的歌手变得大众化了以后，就特别容易不走心了，是不是也有这种担心？就是确实，就是如果你一件事儿做了太多次以后，你可能就没有当初的那种。那他们痛仰那歌10几年一直天天唱，只是说大众化了以后，就是那种要求比较高，所以他会有很多顾虑。有顾虑的时候，他就没法表现得非常好。这有时候不是说艺人本来的打算，只是就是面临的形式不一样。而且就是肯定很多人没有到那个节骨眼的时候，其实他没有办法体会。对，就是确实是。郭德纲早就说过，你给20人说相声，跟你给2万人说相声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其实那种心理的压力，或者就是潜移默化的。对。车上没东西啊。想减肥的人还是不要喝咖啡了。我刚才就喝了几口咖啡，然后就越喝越饿，越喝越饿。我现在想冲进机场，然后就去吃饭。现在距离我们的飞机起飞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我只能说造化弄人。我们这个脑补了一大堆我们回不去的事情，但我们还是最终按照原计划坐到我们已经订好的飞机。但是其实就是高铁今天恢复了，但确实也都卖完了，就是都售罄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就是起码能回家还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对，没有晚点，回去还可以看月下，没准还能跑步。力大无穷，一个手就能把它。哎呀，终于到家了，太累了。本来其实1个小时之前就应该到家，但是因为大堵车，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堵车是吗？哦，警察查酒驾呢，因为今天是周日晚上。如果9点能到家的话，还可以看一下月下。然而现在已经10点半了，明天我们的飞机是1点50的。今天就先说拜拜啦，晚安。那我都怕我一紧张就。哇塞，快看，巨
巨大的箱子，但是它马上就要破碎了。这件就是我挑的一个，我觉得质感和手感都很好的一件毛衣，毛衣开衫。呼呼，这件应该还挺保暖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是一个包。其实我很少在 Other Stores 买包，但是我看到这个觉得还挺好看的。这个是 Look One。非常霹雳的 Look Two， 紫色的背心儿加皮的 blazer， 加上仿鳄鱼纹的包，裤子其实还是刚才那条，然后换了一个高跟的凉鞋。这个是最后一个 look， 我觉得这套整体可能因为裤子是巴黎那边设计的吧，所以它风格就没有那么像。斯德哥尔摩这边的，我明天估计不会穿这个，因为在斯德哥尔摩穿巴黎的设计可能并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但是这个上衣这个是他们这边设计的，我觉得它的搭配精髓就一定要只系最后一个扣子，然后这边要露出一点点，就感觉好像你就是随便掖了一下这个衣服。要过一下大纲。大家好，现在是一个很惨的人为你播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有那个，只要是重要的合作就赶上大姨妈体质。上次万宝龙那次更惨，那次我还化妆呢，就那天，今天刚落地。然后就来大姨妈了，我现在就是脑袋挺疼，然后，正在刚才就是跟大枣讨论了半天明天拍摄的大纲什么的，然后我再过一些问题，然后明天早上9点就要去报到了。今天大概有10个小时都在飞机上，所以没有录什么素材，因为前几天不是在高铁就是在飞机，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看腻了这些无聊画面，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录在飞机上。今天来斯德哥尔摩第一个感受是，这儿实在是太像美国了，尤其是从机场到城里的这段路，简直就是每个美国的城市都会有那种大农村的公路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些电器城啊。就是那个什么 Home Depot 那种地方，反正特别像，只不过换了他们这边的那个语言而已。然后进了城以后，其实我们没出去，就一直在房间，因为就是到也已经7、8点了，挺累的，就把视频传上，就没出去。但是在那个酒店里面看前台的一些。小哥哥小姐姐们，哇塞，我觉得北欧人民的皮肤真是太好了。然后我就在想，是不是因为他们都是那个极简主义者，所以就是他们的东西都特别少，然后东西少呢，就是负担就少，负担少呢，压力就少，压力少呢，烦恼就少，烦恼少呢，皮肤就好。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然后看到他们皮肤都这么好，吓得我赶快敷了一个面膜。不过皮肤好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素还是要早点睡觉，所以我也不能跟大家说了，我要赶快睡觉了。希望明天可以顺利的收工。好啦，晚安。